直门、阜成门、复兴门。毛笔手写的地名，意味着这些钥匙不属于寻常百姓家。这是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城门的钥匙。1949年1月31日，北平解放，作为权力交接的标志，这串钥匙被保留下来，成为了一段往事的见证。这个冬夜，战争迫近北平。华北大势已去，北平固城难守。父亲为什么不考虑和平谈判呢？遵照中共地下党的秘密指令，副东局要策反傅作义，劝他放下武器，走和平道路。1948年11月，随着辽沈战役结束，东北解放。不久，东北野战军挥师华北，平津战役打响了。这场战役左右着华北局势，更牵动全国的神经。一旦北平开战，这座千年古都必将遭到战争破坏。眼见华北大势已去，蒋介石致电力劝傅作义尽早突围，退保江南。然而北平是战是和，傅作义还是举棋不定。第1四纵队向上加考增兵，使我军孙银峰部承负备受敌之形势。战局并没有就此停顿。12月初，解放军包围了张家口，傅作义撤回西北老巢的希望已经破灭，唯一能出海的天津也被包围了，北平成了一座孤城。在傅东菊等人的一再劝说下，傅作义决定尝试和平谈判。傅作义掌握着北平城的钥匙，掌管着华北防务，这是他最大的筹码。但随着包围圈缩小，这几块小木牌子又能顶得住几发子弹呢？第1次谈判毫无结果，傅作义既要停战保留实力，又要成立联合政府与共产党平分秋色，条件显然太高了。毛泽东对傅作义拥兵自重的企图早有防范。就在傅作义犹豫不决时，12月22日，解放军攻克新保安，全歼傅作义王牌军35军。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，只有一胜一人反来，就生死千军万马，南撤是彻底没有希望了。请副总统听今之事，多自有分寸。傅作义这么说，等于是公然抗命。于是，北平特务头子谷正文提议绑架傅作义，但最后蒋纬国没有下定决心。嘿，守不住，全都完了。如果放下武器，中央军会不会向自己动手？共产党会不会按战犯罪处决自己？傅作义的思想动态，傅东菊全看在眼里。天黑防盗，小心火烛。他把父亲的言谈举止写在小纸条上，借着晚上出门的机会交给北平地下党。这样滑稽的处境，傅作义并非一无所知。他的老师刘厚同此时也一再劝说。老师，我的政治生命算完了。你的旧政治生命完了，可以开始新的政治生命。和平谈判是人心所向啊。
第二轮谈判，中共依然没有妥协，总原则依然是：所有傅作义指挥的军队一律解放军化，所有他管辖的地方一律解放区划。14日午夜前，傅作义必须同意放下武器。不是什么协定，是一个会谈纪要。共党坚持要我们解除武装。你可电报解放军，你已回到北平，这个过2天再说。在这万急时刻，一个关键人物空降北平。直接带我去见副将军。邓宝山是傅作义的副将，与傅有生死之交。更重要的，他早年驻军陕北，和毛泽东是好邻居，因此他成为了第3次谈判最理想的人选。关于谈判，你怎么看？北平人民渴望和平，这是人心所向啊。可是我担心。放心，有你我在，北平的中央军掀不起水花。邓宝山的到来成为了北平和平谈判的一把钥匙。然而，限定期限转眼已到。1月14日，解放军按计划向天津发起总攻，短短29个小时，天津破城。中央军从军官到士兵都看得很清楚，北平守不住了。傅作义终于下定决心。1949年1月21日，经过前后3次秘密谈判，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终于达成。1月31日，人民解放军入城接管防务。领证，交接仪式正式开始。老话说，一把钥匙开一把锁，这是说每件难题都有一条最优解。而今，钥匙闪闪发光，答案尘埃落定，转动钥匙的掌心已看不到了，但门后的答案清晰如故。我们在时光的轨道里追寻，在某一刻，这串钥匙曾开启过一扇和平之门。